有缘人，奉劝大家一句话，千万不要跟那些有灵性的人玩心机，你所有的聪明在他眼里都是雕虫小技，你的一切心机他都了如指掌，他们只是看着你在表演，之所以没有拆穿你，是因为他们只是在看穿之后选择了善良。擅长心机的人还在脑的层面，是逻辑和道理层面，而灵性高的人则是在心的层面，是明心见性的层面，心比脑高一个维度，所以我们经常说心想事成，而不说脑想事成，这完全是两个维度的能量。有灵性的人对付有心机的人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灵性高的人就是明心见性之人，他们的心是开放的，是直接链接宇宙的，是可以调动宇宙能量的，所以他们不能随便起心动念，因为他们随便一个心念都很容易变成现实。他们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这种人太厉害了，就不能随便出手了。灵性高的人是无相的，他是什么相，只取决于你。当你盛气凌人，他就呈现威严相；当你天真浪漫，他就呈现可爱相；当你世俗现实，他就呈现功利相。他本无相，亦有万象，他是何相，只取决于你。你能见得到他哪一面，只取决于你的境界和维度。灵性高的人还有一种本领叫一心通，他可以感受到别人的起心动念，能快速分辨出人心善恶，他们能接受到的能量频率范围比较广，而普通人由于欲望太深重，只能接受到某一个频率范围之内的能量。这就是庄子说的世欲深者天机浅，而他们的心太干净太清澈，就像明镜，所以能照见世界，照见别人。因为照见，所以慈悲。他们喜欢独处，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了逢人作戏的兴趣。一切伪装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，只是他们足够慈悲，所以他们看起来很温和。但不要忘记，他们也有金刚手段。真诚是和他们建立关系唯一途径。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磨难的淬炼，赋予他超长的智慧与通透。世间的一切套路在他眼中都无所遁形，许多事的他不是看不破，而是大智慧让他选择不计较。有灵性的人往往也是天选之人，自带大福报，但这份福报并非轻易得来。所有天选之人几乎都会在30岁前后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劫难，生死关、情关、抑郁、三观崩塌。用修行的话说，这叫大苦消大业。那些在深渊中挣扎过，最终靠自己一点点拼凑出全新自我的人，都是被命运选中的人。当他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入世，依然保持善良与积极，人生便会迅速进入正向循环。这意味着他已通过考验，足以承载接下来的大运。这样的人身边往往有无形的守护力量，表面上你或许能欺负他、诋毁他，但你永远斗不过他背后的千军万马。若你恶意伤害他，
可能会莫名其妙地遭遇不顺，生病破财，事业受阻。你以为只是时运不济，实则是因果的回应。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的福报，伤害他们终将自食其果。灵妖最可怕的对局，不是碰到一个城府深的人，而是遇到一个灵性高的人。因为不管你玩什么手段，他们压根儿就不接你的招。你设局他破局，你算计他看戏，你以为他傻傻地掉进陷阱，其实他站在上帝的视角看透了你的每一步棋。你越算计他，他越通透。你还没有出拳，他就已经知道你裤兜里藏着什么牌。这样的人你是伤不到他分毫，反而会被他照出自己灵魂的拙劣，最后连你的城府都会变成他的灵性肥料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点，城府深的人喜欢玩心机，就是揣测人心，什么36计、鬼谷子、厚黑学等等，这些东西他们信手拈来。灵性高的人不一样，他们悟透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，看明白了红尘俗世的因果缘由。他已经搞明白了天地间的大道和底层逻辑，所以根本不屑于玩尔虞我诈、套路权谋。他靠的就是明心见性，行的是光明大道，一切都打明牌。说白了，灵性高的人其实就是觉醒开悟的人。第二点，城府深的人善于隐藏真实想法，所谓深藏不露。这种人精通人情世故，整天察言观色，揣摩人性，但你注意到没有，他关注的全是外界别人，而灵性高的人是内求。一个人只要开始懂得向内求，不再向外求，就会功力大涨，能量满满，智慧增长，从而获得幸福和成功。灵性高的人明白悟性自足，不假外求，他们凡是内求，不会绞尽脑汁去琢磨别人，更不会抱怨。他们坚守原则和底线，做真实的自己。他们极度坦诚，极度真诚，没有软肋，没有破绽，全是真的。所有的东西都摆在桌面上，打的都是明牌，不怕你超越，不怕你抄袭。他只筛选，不纠缠，不说服。他赌的就是你的思维，你的行动力，你的道德底线。第三点，城府深的人特别依赖小圈子，因为他们擅长察言观色，揣测小心思，需要经营人脉资源，所以他们的格局有限。灵性高的人不一样，他们内心宽广开阔，容得了别人，受得了委屈，忍得住痛苦，耐得住寂寞。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他们的世界格局极大，城府深的人盯着的是眼前利益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却波涛汹涌，不敢与人交心，活得很累。而灵性高的人看的是长远，奉行慈悲利他，相信凡事发生皆有利于自己，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他们懂得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，利众者众利之，以利他之心度人生。
宇宙自然会为你开路。第4点，城府深的人看似情商高，会说话，表面轻松，实际上活得很累，因为满脑子都是博弈、对抗与输赢。他逆势而动，暗耗心神。灵性高的人靠的是开悟觉醒，通达天地，顺应宇宙的法则，讲究顺其自然，顺势而为。他像一座山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他始终坚守信念，巍然不动。在这样的精神面前，所有心机、计策都显得束手无策，漏洞百出。所以你得罪城府深的，你也别得罪那些有灵性的、很善良的人。你得罪他就是得罪天道，你就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噬。城府深就是说，这个人社会经验、人情世故懂比较多，有很多的手段，很多的套路，但终究是有限的算计。那么真正灵性高的人，他是有护法的。我们讲叫浩然正气，天地正气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就这意思。因为他那边是天道，所以真正灵性高的人，他都是出名牌的，他不跟你玩套路的。你算计他看似占了便宜，但实则失去了更多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对这些有灵性的、很善良的人动那些歪心思，那你就叫自取灭亡。02，灵性高的人，他生来就不属于低维世界，因为认知会决定维度和阶层。高灵性的人，他的底层和环境是不匹配的，就是他的觉悟和能力迟早会让他进入更高维的环境里。那什么样的人才算灵性高呢？有2个特点。第一，就是你发现这个人他的气场很温和，然后他喜欢安静，和别人不一样。别人可能是觉得一个人待久了就闷得慌，一定要出去找朋友，热热闹闹的才觉得有意思。然而高灵性的人很会享受孤独，自己来滋养自己，这个就叫本自具足心。第二，这种人他的性格很纯粹，能宽容，懂舍弃，别人要害他，他看透了自然会避开，就是懒得计较。纬度低的人看他就会觉得他是傻子，感觉缺心眼儿，但其实是因为不想沾染太多负能量，陷入这些是是非非中。上善之道，理万物而不争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灵性高的人，他是不属于低维度世界，因为对他自己而言，长时间待在这种能量和浑浊的环境当中，是煎熬的一种事情。像什么人情世故、亲朋往来这些事儿，灵性高的人往往就很抵触。然后从外界的角度来看，特别是在咱们这种集体主义为主的大环境，你做事情不合群，那你就是最大的原罪。别人会觉得大家全部都是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，然后就你一个人搞得超然无外，装清高，必然会遭到排斥、侮辱和打压。灵性高的人，他年轻的时候往往就很痛苦，因为他在低纬度的环境里面待不下去，但是靠自己又很难找到出路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己开始接触到高维度的世界，比如说他读了一些书，
开悟了，或者说遇到一些道行高、有德行的前辈，老师会愿意指引领悟，他就会不断往上突破，一日千里。所以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，修行就是最好的出路，而且本身就有这个能力。自己世俗这条路你走得越艰难，那么反过来修行这条路你就会走得越如鱼得水。所以千万别浪费自己的天赋，趁早进入更适配的环境中。03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些最敏感、最有灵性的人往往出生在最混乱、最痛苦的家庭？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比别人更容易察觉那些细微的情绪变化？别人总说你太敏感、太情绪化，但你心里清楚，你只是更真实，这从来不是偶然的。你的痛苦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准备。荣格说，个体化是人的核心任务，不是变成别人更喜欢的你，而是成为真正的你。他也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自我往往也不是在舒适中成长的，而是在混乱、在崩溃，甚至是在绝望中一点点地去被雕刻出来的。就像荣格在红书里所示范的，他说，灵魂通过主动地去面对黑暗跟绝望，完成一种炼金术一般的转化过程，将你的痛苦炼成智慧跟力量。你并非是随随便便地出生在如战场一般的家庭，那个充满控制、冷漠和否定你的地方，恰恰是你灵魂成长的起点。在那里你找不到外在的爱，于是你被迫的要向内寻找，找到一种更高维度的爱，不需要讨好，不需要交换，也不需要牺牲。你开始去链接那个更深的源头，有的人称它为神，有的人叫它宇宙，也有的人说那是更高维的自己。你之所以觉醒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你不得不更早地醒过来。你越是被否定，你越懂得倾听内心，你越是被忽视，越容易培养出深刻的同理心。你越是在黑暗里面挣扎，越接近真正的光明。正如荣格在红书里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觉醒不是逃避黑暗，而是勇敢地下沉到内心深处，去面对那些未曾相识的灵魂阴影。这是灵性成长的关键一步，是真正通往自我的必经之路。你也是这样，必须一步步地穿越家庭剧本的黑夜，走向自己灵魂的深处。他提醒我们，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你必须面对自己的阴影，那些被压抑、被否定的自我碎片。它们不是恶，是等待被理解的力量。你不是来成为黑暗的，而是来穿越它，理解它，并且最终把它练就成智慧。你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单一的自我，而是灵魂中那些被压抑、被否定的多重角色。就像红书里所呈现的，这些角色是需要通过对话来和解的，才能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。你从来不是来维持混乱的，你是需要来打破它的。几乎每个有毒的家庭都有一个这样的替罪羊，那个被说太敏感、太情绪化、太难搞的人，而你恰恰就是这样的人。
因为你拥有最强的觉知力和灵性的力量，你必须去打破旧的剧本，而打破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会轰轰烈烈，有的时候你只是默默地不再背叛自己，有的时候是在被羞辱后依然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而有的时候是在孤独中流过泪后依然选择坚定而温柔地活着。你正在做的不只是疗愈你自己，更是在终结一代又一代的重复创伤。那些祖辈未解决的心理创伤会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，直到有人面对它并且结束它。你就是那个愿意的人，而面对这些挑战，单靠意志力往往是很难坚持的。有3个灵性工具可以给你带来慰藉，从而真正的转变你的人生。第一个，链接灵性的脐带。这里很抽象，你要想象有一条光带从你的肚脐一直延伸到天际，链接到那个源头。它不只是一种模糊的神，而是一个真实可感知的存在。它会源源不断地给你传递爱、力量和智慧。而当你感到精疲力尽，感到被评判、被忽视，记得这条光永远存在，它会流入你的身体，注入力量、平静、清明。即使人间的爱不完美，你也从未真正的去断线。只要你重新去接通那个链接，这不是一种比喻，它是你的神经系统会回应你的信念。当你坚信被一种更高维的东西、更高维的力量在支持，你的身体就会去重新的调节。这就是灵性链接的力量。第二，别把他人投射当成对你本人的评价。在有毒的环境中，你会常常听到你太过分了，你不够好，你太自私了，你变了。这些不是真相，是他们不愿面对自我阴影的投射。荣格说，人会把自己无法接受的那个部分去投射到别人身上，所以当有人羞辱你的时候，默念那不是我的，那是他们的阴影。虽然你不是完美的，但你不必为别人的混乱负责，这是主权的开始。第3个工具，你不必对所有人都保持开放，尤其是那些削弱你光的人。保持距离不是不尊重，设立清晰的边界不是背叛。你可以一边哀悼你渴望但从未拥有的那种家庭，但你一边要去创造你应得的生活。能离开就温柔而坚定地离开，不能离开就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灵性空间，哪怕只有一个懂你的人，或者一个不再让你怀疑自己的社群。你不是注定要孤独去疗愈自己的伤口，你越靠近那些跟你灵魂共振的人，你的光就会越稳定。最后再说一次，你不是偶然被投放进那样充满痛苦的家庭，你被放在那里，是因为你的灵魂有能力将这样的痛苦炼化成你的使命。你不是在崩坏，而是在重建；不是被诅咒了，而是你被选中了。你正在把那种黑暗的力量转化为洞见，把痛苦炼就成一种力量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正如荣格示范的，我们都要穿越自己的地狱，才能重新找到天堂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你不是不合群，
而是那个看得更清楚的人。你不是敏感多疑，而是那个敢于面对真相的人。你不是故事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新范式的缔造者。04如何实现觉醒，让全世界都帮你。这一生也许短暂，也许漫长，在这一生中，每个人都有无数的选择，可以选择自己过怎样的人生。当你看到这个影片，就表示如今的你正在灵性探索的道路上，渴望寻找到内心那一份真实的宁静与皈依。这10位世界级的灵性导师，用他们的生命的实相与智慧的话语，指引我们前行的路。成长虽苦，但一旦开始，就无法停止，因为心中总有盏明灯，照亮我们一路向前。艾克哈特，美好生活是与内在的宁静保持连接，宁静是你最真实的本性。什么是宁静？宁静就是你的内在空间或觉知，在这内在空间里，这些文字正在被解读，然后成为思想。没有那个觉知，就没有美好的生活。当你与内在的宁静失去连接，你就失去了与你自己的连接。当你与自己失去连接，你就在这世界迷失了自己。看着一棵树，一朵花，一株植物，让你的觉知安住在它之上。它们是如此宁静，如此深植于存在之中。允许大自然教导你宁静。当你看着一棵树，感觉到它的宁静时，你自己也变得宁静。你与这棵树在一个很深的层面连接上了。通过宁静，你感到与你觉察的物体合一，无论它是什么，感受你与万物的合一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生命的美好。克里希那穆提，生命真正的美是不朽的。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地知道，生命中存在着真正的美，真正的幸福。它无法被任何物质的事件所改变，一种更大的力量。它无法被任何过往的事件所削弱，一种更大的爱。它是永久的，不朽的，不可战胜的。为了生活的幸福，我们需要有宗教吗？为了去爱，我们需要建立庙宇吗？真理不可能在庙宇那阴暗的避难所中找到，也不会在有组织的社团明亮的大厅中找到，更不可能从书本或者仪式中找到。到海洋中去，那里微风吹拂，一个波浪打碎在另一个波浪之上。你想把这一切的美都搜集并固定在一个狭窄的庙宇内吗？不要让你的心灵和感情被任何人或事所束缚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建立另一个宗教，另一座庙宇。你不能去创造小神，在小的神殿里崇拜。当能够拥有太阳的时候，谁还要崇拜一根蜡烛的光芒呢？3帕梅拉，创造美好生活。倾听你的直觉，创造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独自待着，找到一个宁静的瞬间。你将自己从社会环境中所吸收来的所有思想和念头都放掉，将所有与之相关的恐惧和担心也都放掉。
尝试从你心中一个很深的宁静的地方来看那些思维和情绪，以他们所示的样子来看他们，他们不过是那缠绕在太阳周遭的乌云，而不是你。进入到你心中那阳光的核心，让你的直觉告诉自己此刻如何做是正确的。不要将你的生活基于外在意见之上，或者是工作领域的社会规范之上。社会或者集体意识在这个领域是基于恐惧的，恐惧丢掉工作，恐惧社会上的失败，恐惧贫穷。所有这些恐惧都可能遮挡你的直觉，而一个内在直觉的声音将告诉你如何创造美好的生活。4. 萨古鲁，只有全身心的投入，才能领悟生活的美好。如果你始终逃避生活，你会领悟生活吗？只有全身心的投入生活，才能领悟生活。如果你无法投入，那么你将一无所知。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身体的活动，投入仅仅是你愿意拥抱生活，你变得愿意体验生活的过程。如果你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你的每一次呼吸，你行走的土地，你周围的一切都完全投入的话，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可以纠结的。5. 宗萨钦哲仁波切，让心灵宁静根本不是佛教的目的，佛教的目的是了解实相。我看到的话，你永远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无法分享真正的话，我们只能假装我们在分享，而这是非常孤独的。我永远不能和你分享我正经历的，我所经历的只有我能经历。你之所以看到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是因为你有各种执着和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如果你可以从这里处理，你会变得非常强大，不再坚持必须用自己喜欢的杯子喝水，不再坚持茶的味道必须不浓不淡。如果你处理了所有的执着，那么你就会变得非常自由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激怒你或伤害你。6. 延参法师，幸福的人生是用阳光的心态去面对那些黯然神伤的存在。人生在路上，曾经的煎熬，曾经的糊涂，曾经的迷惑，忽然的醒悟。每个人都是充满色彩的活着，做着自己的决定，承载着自己的平坦和坎坷。那些曾经的固执和偏激，对生活带来的伤害，其实是自己照单全收。可以这么理解，生活的禅法是一种自我的认识，更是生命的一种提醒，也不妨理解为是人生的一种警钟。每个人的心底其实就是一个小世界，不愉快的事情恰似风起云涌，化解消失的烦恼恰似飘逝的云烟。一个幸福的人生，也就是内心平衡的一种思维模式，用阳光的心态去面对那些黯然神伤的存在。7. 里尔纳，活在当下，你能更多地体验到生活的美好。活在当下将会使你生活的每个层面多彩多姿。你那过去情感情绪的创痛将会被疗愈，你会把你自己自儿时学到的局限信念中释放出来，你不会对情感情绪反应过度，你会免于埋怨、自责、
罪恶感和怨恨的操纵左右你，将会与你的感受更亲近，你会觉得充满力量，活在当下的美好体验中。你不会去批判你自己或他人，你不会让自己迷失于寻求别人的接受和认同之中，你不再会对死亡充满恐惧，而是更加拥抱生命。你会变得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勇敢，你会越来越敞开，越来越充满爱，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生活的美。保罗·柯艾略。当你真心渴望美好的生活，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，不管你是谁，也不论那是什么。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，就放手去做，因为渴望是源自于天地之心。当你真心渴望美好的生活时，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忙。幸福的秘密就是活在当下这一刻，在当下你能够看清沙漠里永远有生命，天上永远有星星，而那些部落之所以会战争，只不过因为那就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。生命对你来说将会是一场飨宴，一场盛大的庆典，因为生命就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当下。所以未来的秘密就是现在，如果你专注于现在，就必定能改善现在，而如果你能改善现在，未来一定会更好。上江州，神并不在很遥远的天上，它随时随刻就在你的内在。什么叫做觉醒呢？就是从自己内在去觉醒，不是说谁把你叫醒。自我束缚指的是自己把自己捆住了，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，我们被这个自我意识，被这个小我所捆住。真正的你的内在才是耶稣基督，你内在的那个神就是佛，并不是说佛就是释迦牟尼的名字，也不是说基督是耶稣的名字。无限的意识，或者说宇宙意识，我们也叫做佛陀意识，叫做基督意识，指的是一种开悟的状态。当你向外寻找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找不到，而当你向内寻找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无限的爱，无限的智能，无限的力量在等待着你。阿玛斯，创造美好生活需要7种品质。1. 能量。有能量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能力、勇气和耐力来转化自己。有了能量，你才会感觉是的，我可以办得到，我有潜力、毅力和勇气。这股能量将会提供你观察自己和理解事物的燃料。决心。缺少了决心，能量就会失去意义。你需要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不动摇的意志，才能持续地面对挫败和失望。3. 喜悦。是一种特定的喜悦感与轻松的态度，它是对真相、看见真相及体认到真相的一份欣喜。它有点像好奇心，对事物充满着欣喜的好奇。4. 仁慈。仁慈会带来无私的态度，一旦有了这种仁慈之心，你自然会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。仁慈能使你承受得住艰困中的痛苦，使你更能信赖自己的本体以及自己的心智能力。5. 祥和。
一旦发展出这份能够去除焦躁的安详感，我们就会从这种安歇的状态之中自然升起直觉、洞见和细微的观察。6. 融入，也就是完全融入于你正在做的事，不论那是什么，你完全专注于眼前的经验，彻底摄入其中，甚至到忘我的程度。7. 觉醒，对眼前发生的事充满着觉知的，在你清明的觉知之下，事物变得清楚而明确，就像万里晴空，没有一丝的云雾。但这并不意味你在看着一片晴朗的天空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这片晴空，你的心是彻底开放及清明的。05. 灵性觉醒的阶段是什么？灵性觉醒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，可以被理解为由多个阶段组成。这些阶段能够帮助你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，以及未来可能需要采取的步骤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阶段只是参考性的描述，并非固定不变的模式。每个人都会以独特的方式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经历觉醒的过程。即使你的道路与他人不同，或进展的速度不一样，也并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。觉醒的本质是一次关于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旅程，它的目的在于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第一阶段，困惑、沮丧和渴望改变。你感到生活充满痛苦、担忧和沮丧，你对当下的处境并不满意，也不确定未来的方向。你觉得缺乏来自亲近之人的理解与支持，心中充满迷茫，甚至感觉生活已经失去了掌控。然而，内心深处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改变冲动，你渴望重新掌握人生，追求稳定与清晰的目标。你希望为自己的幸福负责，亲手规划人生道路，并掌控属于自己的命运。正是这种对现状的不满，以及对改变的强烈渴望，激发了你内在沉睡已久的能量，它为你注入力量，推动你采取行动，并由此踏上了通往觉醒的道路。第二阶段，转型的开始。你会发现自己沉浸在与过去生活相关的各种情绪中，既可能感受到自由、兴奋、欣喜与喜悦，也可能经历痛苦与心碎。这种交织着好与坏的体验，能促使你以一种全新而清晰的视角回顾自己的生活。你开始反思、分析，并质疑自己过去的动机、行动与决定，而这正是迈向改变的第一步。第三阶段，迷茫、考察、内部拉锯战。当你开始反省过去的生活，把它放在扫描一下仔细检视时，往往会涌现出一系列矛盾的情绪，这可能带来混乱，甚至引发恐惧，让你觉得迷失方向，不确定该如何继续前行。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阶段，你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安全、熟悉的方式，退回到旧有的生活模式，抵抗内心对改变的渴望。但如果这样做，失去的将是你自己。此刻，真正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念
和无畏的勇气，去投身那片未知的深处，勇敢地跨出这一步，正是区分平凡与非凡的关键所在。唯有战胜内心的混乱与恐惧，你才能在觉醒之路上继续前进。第4阶段，感到孤独、迷失和在黑暗中。当你摆脱疑虑，将内心的矛盾抛在身后时，你会发现原本熟悉的生活开始逐渐崩塌，这会让你感到迷失、恐惧和孤独。环顾四周，你仿佛置身于一条深邃而黑暗的隧道，没有一丝光亮为你指引方向。尽管这种体验令人害怕，但它却是觉醒之路上的必经阶段。当你孤立无援、困惑地站立时，眼中所见的往往只是世界的阴暗面，悲伤、痛苦、堕落与混乱，让你不禁怀疑，这一切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你会感到沮丧和不安，开始思考自己该如何适应这样的社会。你甚至渴望远离人群，选择独处，而这正是你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目的与真实身份的关键阶段。在这段时期，你可能会表现得不再热衷社交，这会让身边的人困惑，甚至担心你发生了什么。即便你试图解释，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。大多数人只会认为这只是一个你迟早会走出来的阶段。第5阶段，终于有一丝曙光。当你在漫长的黑暗隧道中摸索前行时，你会逐渐意识到，你不需要改变整个世界，只需改变自己。而当你改变了自身，周围的世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隧道尽头终于出现了曙光。这种领悟会帮助你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。你开始相信自己的存在并非偶然，你的生命有着明确的目的，对世界以及其中人士的看法也会随之逐渐改变。这种内心的安心感让你能够专注于积极的情绪，如爱与感激。在这一阶段，你可能会对灵性和形而上学在生活中的作用产生更深的兴趣，并渴望进一步探索。阶段6，改变信念和成长。在这个阶段，你与生俱来的心灵技能得到了磨练和应用。你的直觉能力可以帮助你意识到没有优劣之分，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你开始注意到你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日常生活中的同步性。您心态中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：您的想法、感受和情绪塑造了您的现实，而且通过将你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，你可以影响你的现实。这种认识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，逐渐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。阶段7，了解有关宇宙的真相。在这次精神之旅中，最深刻的认识之一是意识到你不是生活在宇宙中，而是它的一部分。随着你意识的增长，你认识到你与宇宙不可否认的联系，以及与其中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。当你获得更多关于宇宙的知识时，你会对自己和你在整个事物计划中的位置有更深入的了解。第8阶段，与宇宙合而为一。
你会感受到一个重大的启示：你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。这种认知在内心建立了一种强大的联系，你开始与宇宙融为一体，理解了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。诸如我是谁，我为什么在这里的问题不再困扰你，你开始找到那些能够丰富你生活的答案。你逐渐意识到，宇宙中的一切并非黑白分明，也并非完全可以用有形的形式理解。你明白了意图和能量的价值与力量，并学习如何运用它们来改善生活。最终你会领悟到，要走上更高的人生目标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。这也正是你来到地球生活的真正目的。第9阶段，认识真实的自己。当你意识到生活需要与你的真实自我保持一致时，一切开始像拼图一样慢慢落定，你的道路和命运变得更加清晰，思想与灵感源源不断涌现，生活也因此充满喜悦、宁静与富足，正如你曾经渴望的一切。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与周围的人和环境一同发生变化，你的经历开始反映出你当下更高的意识状态。虽然生活仍会有困难与挑战，但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具备了更强的准备与能力去应对它们。第10阶段，接受和投降。当你在生活中前行，并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时，你会学会何时顺应更高的力量，何时与之协同共舞。你会感到安心，无限的能量始终存在，可以随时调动，而你也会持续得到指引与支持，帮助你攀登人生的高峰。第11阶段，感恩。当你开始过上幸福、满足与宁静的生活时，你会学会真正欣赏自己所拥有的人生。你会对有机会活出有意义的生活心怀感激，这种感激之情会激励你持续前行，继续努力践行自己的道路。现在就让我们以一份感恩的宣言为今天的行动注入力量。第12阶段，更高的意识。当你在生活中意识到宇宙始终在支持你时，你内心的负面情绪和属性便会逐渐消散。你开始以无条件的爱、同情和善意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散发正能量。你也接纳生命的短暂，明白每一刻都值得充实的度过，尽情去体验与享受。你会明白，精神觉醒的过程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、简单、快乐、平和、安全与充满喜悦。灵性觉醒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可能各不相同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上述阶段可能难以明确区分或识别，然而整个旅程中发生的事件通常遵循相似的模式。当你在觉醒旅程中途感到迷茫时，这些阶段可以作为指南，帮助你重新找到方向。另一种理解方式是，觉醒的阶段在混乱中为你带来一定的秩序，它简化了过程，让你更容易理解整个旅程的流向。在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中，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：
觉醒的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轻松，而非更复杂。虽然旅程初期可能带来混乱，让你感到迷失，但只要坚持前行，你最终会看到光明，获得开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灵性觉醒，回归本源。愿你打开封印，向上链接，回归本源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，任务是什么，从此与更高维度的自己链接，开启最顶级的智慧，拿回自己的能量与力量，与一切消耗自己能量的人事物果断断舍离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